今天要跟各位讲哦，大家一定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已经案子做完的时候，你的客户跟你改图怎么办？跟各位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案子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也不是客户跟你改图，就是他突然发现，其实这个距离不太够啊。那过往我们在改图的时候，其实很辛苦的，因为你改一个图，你必须要全部都重来嘛，你的平面、立面、剖面都要重来。但在 Revit 它不用这么麻烦，在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邀请你先记得帮我们按一下赞哈。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处理哈。你看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要调整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我们先把东西叫出来，来，这个图在哪里呢？这图在我们这个地方哈，你看我们这里有个厨房的设备柜，好，这设备柜是这个案子的图。那这一段的图说在这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它目前这一个地方跟它的这个隔壁这个板子只有36公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不够的。那本来其实觉得这一段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它现在必须要去克服这个内容，所以我们特别要把这个东西叫出来。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标图换变一下，比较不会看起来那么障碍。好，那我要改变这个事情。正常来说，我们在改变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你图全部都要一个一个重来？这里不用，你看这一段，当我把这个改过来的时候，我要做几个事情哈，就是说这一段的深度，这个宽度大概36公分，而这个地方本来比较大，我们在这边可以调整。我本来有104公分，那冰箱是不能变的，冰箱本身就很大台，所以冰箱它的距离98，它是不能变的。那我要怎么调整？我就要开始调整这一段了。来看看一下这边，这一段这个地方呢，它是个群组，我们先将这个群组给叫进来。这个板先不要做好，我们先把做框做好。来，这个框，那我知道我这边36，我可以留到60公分，所以我60公分减36，还有现在24公分可以去做。所以我把这边直接移上24公分过来。好，它会有些约束，我们暂时不要理它，因为这是我们整个设计的变动，它会变比较大，因为它其他部分的联动。然后我有群组嘛，我来看看这个群组。这群组是什么呢？我现在层板是有群组的，所以我群组这边直接编辑。我们刚刚都知道我们跨24公分进来嘛，所以我们把这个24公分抓进来，一样这一块。注意看，我有做群组哦，所以我有做群组的时候，它会联动。你看。这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先想好的事情。你看，先联动这两块，我们继续联动上面这两块，所以同理可证，我一样将这块挪动24公分进来，然后这一段的边界从上面往下看，我一样移动24公分的边界进来。所以你刚知道距离之后，这边一旦改了，它就整个改。你看这两块一起改了。好，那同样下面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里的边界我们移动24公分进来。我等会跟大家再做一个有趣的做法，这东西是大家也会需要的，只是现在可能看不出来。我等会做给大家看，当你变的时候怎么样一次变动。但我先做给大家看正常的做法哈。好，你看这边，然后在这个地方上面这里这一段，我们让这个上面这个其实是本来有半圆的这个收边的处理方法，然后我们稍微把它挪动过来一下，让它自重哈，看起来比较完整一点。那这一段你看它有群组嘛，所以当我这个有群组的时候，我只要在这一段的上面这里挪动20公分进来就好。改了它就一起改了，所以你看整个改好了。所以现在这一柜嘛，这一柜很单纯嘛，这一柜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框架，所以我直接将这一柜移动进来24就解决了。啊，接下来你要看哦，你这边是不是有你原来的这个开关插座？所以我们要处理一下这个开关插座。看到这两个先把它转向一下哈。好，我们把它转向进来，要把它先转过来一个方向。这个也是。好，那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刚刚动作了这两个事情，所以我们一定也要将这两个东西一起联动过去。所以当我把这两个联动过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我一样把它挪动20公分过来，它就一起过去了。所以我回到刚刚的描影，看看这一段，它就一起被联动过去。只是后面这一段我们要小心一下，因为这个是设备柜，它后面本身就有一个厚度，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段把它往前挪动到我们前面这一段来。我现在准备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快的方法，各位可能知道有 L 对齐这个事情，你可以直接这样子点它，并且点它，它就可以直接
在 AL 的状态下，把你的这个设备往前对照。大家注意哦，你要点到设备哦，如果没点到设备的话，其实会找不到你的内容。所以你看这一段，我们去点到我们这个设备，往前走 ，OK， 好，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话，没关系，你直接把这个往前挪动就好了。好，所以这两个你从线架过来看，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完全的被挪到前端来。那现在只剩下框架，因为我们这个框架它事实上它是有一个造型的，这个造型是有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把天花板降下来一点点，到这里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刚刚整个的框体，所以在24公分的状况之下，这个扫略嘛，扫略它其实也是有路径的。你看这路径，你直接把24公分进来，它就走进来了。好，所以这一段走完之后，它就直接跑进来。那这个同理可证哈，所以你看你的基础很重要，这基础的这个架构很重要。如果你有把这个基础架构弄完，其实你在做这个东西，你只不过在挪动一些基本的图说。那改变这个模型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是在做这整个的内容，把20公分进来。好，然后你看这个状态走完之后，剩下这个简单的这个装饰嘛，装饰我们一样将多余的把它给去掉。好，现在不需要这么多了，所以我们把它往内拉动一下。好，再回来看看这一段，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所有的内容。然后我们将这一台一样挪进24公分进来。稍等一下，我把它带过来。好，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我们拉进来之后，看看它的距离是不是还没有问题哈。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平台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回到60公分了。好了，我们刚刚所做的事情完全不用再做了。这边改完了，对不对？这一段我们只需要稍微再调整一下标注就好，因为这个标注有稍微动到。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立面图已经完成了这一段。为了要让这个印证下面这一段呢，我们再把这个框把它打开到这一段来。你可以在这边再强调一次这个地方的跟这个地方的距离，坐板距离是60公分，看到吗？60公分。然后它的剖面并没有变动，大样其实也是一样的 ，3D 变好了，两外两段也做好了，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把平地剖透完成。这对我们在改图上面来讲是相当方便的事情，而你的模型改完了之后，你整个的动画，你整个 render 也是 OK 的。所以我们回到 render 来看一下，我们进到这个厨房的设备的 3D 图说，看一下这个透视图。我们在厨房设备柜这个地方，好，这边是这样子，所以左边是打开了。那天到现场看的时候，这个窗是没有用到的，所以我们把它关掉了。来，我们看一下 Inkscape， 打开一下来看。好，我们档案打开了哈，所以你看 Inkscape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这一段。这一段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它已经有这个内容了。那这个内容呢，走到这边来可以看到这一段，好，这一段是有了，那空间也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段是可以去收编的。那同时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所改变的这一切，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它是一起被整合在里头。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当你有被调整任何图说的时候，是不用太担心的，因为事实上呢，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内容，它是可以一次的联动被处理好的。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也希望大家知道说，用 Revit 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它有多少的一些帮助，对我们整个室内设计，或者我们在做所有的柜体的发展的时候，你是可以快速的随心所欲去跟客户做调整跟沟通的，这是个相当方便的软体，也是个相当方便的方法，跟大家分享。那我刚刚特别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一个联动的系统，我们来跟大家做看，你也会知道说，其实未来在联动的时候，怎么样方便快速做一些事情。来，这边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你在对齐的时候要锁定。所以如果你有锁定的时候，是可以怎么解决的？来看看这个答案就知道。来，这边假设我今天这个地方，我这个群组上我所对齐的东西，我先做一个新的给大家看哈。假设我这边有块板子，我先对齐一下这块板子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板子呢，我现在将它用 L 去对齐到这个边，然后把它锁定起来。那用 L 锁到这个边，把它锁定起来。好了，你看哦，这个被锁定，对不对？当我这一块往下牵动的时候，就牵动10公分，注意看，它就直接被带下来了。
我往上牵动10公分的时候，它就被牵动上去了。好，所以你看它就牵动上去，所以这个东西它只要我锁定，就可以做很多你觉得可能以后会遇到麻烦的问题，或是以后遇到什么其他状况的问题，就一次被解决。所以各位，当你在学习这个软体的时候，也要记得用 AL 对齐这个东西，就是对齐啊 AL 对齐，用这个去帮助你做一些比较好的做法，而且它还可以做锁定的动作。好，那大家如果觉得我们不错的话，记得按下订阅，我们会继续想出更多适合大家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好，此外呢，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都知道室内设计是一个令设计师拥有相当丰沛成就感的一个行业，但是其实过程中所累积的各种挑战，往往都让大家劳心费神。特别是你遇到屋主在犹豫自己想法，或者他听到亲朋好友建议他想要给你改图的时候，那真的是改都改不完。你改版一次，再版一次，再版一次，这应该大家心有戚戚焉，对不对？不过同时，其实改图是小啊，如果用我们 Revit 来改图的话，其实平力剖透都很容易。不过如果你是用原来的方法的话，你的平面、立面、剖面大一样，3D 都是一张图。特别你如果 render 还是委外画图的，你还要等待它的时间，你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有时候它会 delay 你，你的屋主会很焦虑，打电话来传讯问进度的时候，你只能委婉地说我还在赶啊。不过你自己也非常无奈，因为它只是一个小改，我们还是联动到各个层面，而且不改你担心施工又出错，造成一些未来的纠纷。特别是当已经在施工了，你的屋主改图的时候，它又会牵涉到施工的价格。哇，这个时候到底是要跟他加钱还减钱，你完全不知道，因为你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状况，就是变更工程就一定会造成工进，除非还没有做。可是屋主又会觉得说柜子变小了，你可能要减价呀，但他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工时可能比他还贵，而且你常要跟不同的工班联络道歉，那可能更头痛啊。这就是所谓的无语问苍天啊。所以如果你有遇到以上的各种流程，其实我们都遇过，而且我们蛮频繁遇到的。谁不改图呢？其实你自己改图的机会是很高，但如果你自己想改的，那没关系，你自己想改想把它做得更好嘛。但如果是被屋主改的就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跟各位提倡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除了你要用 Revit 之外，你还要知道怎么样搭配沟通术跟图说术。沟通术做什么呢？沟通术其实是可以让你的屋主自动同步跟电脑、手机去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可以放松的去讲出他的想要内容，而且在我们的记录中自动存档到云端，让手机、平板、电脑它都可以自动存档。重点是它可以让同事一起了解所有的流程，这对大家来讲是很方便的事情。那当然，这过程当中要有几个步骤，你必须要去让他们 follow 你的步骤，然后让他觉得你是在帮他忙，是跟他站在一起的，这很重要。那过来就是你的图说术啦。那图说术其实就是你怎么样透过我们刚刚的案例，你看我们透过一些实境转换，搭配快速的说明，那以及案例组合，让屋主马上了解，而且同时你也可以运用一些3D 的真实模拟，带他进到他的家里面，看到你刚改图的马上变化，给他看看灯的变化，给他看看一些你的尺寸的变化，马上确认，马上当场对照，这是很方便的事情。那我们这堂课其实准备要上的最后一个系列就是室内设计应用的一些估价的课程，那里面包含了各种的估价需求啊、面积啊、数量啊。你看数量，我们特别讲到这种，比如门窗表啊、开关插座啊、灯具数量啊，还有柜体的专有估价方式台尺。大家都知道台尺是估价的基本的方式。那同时我们会拿一个台北市的真正的住宅案的案例来跟各位查表，看看所有的尺寸是怎么抓出来的，所有的面积怎么抓出来的，那是很快的。不过其实各种应用都还是有前置作业的，所以我们希望这堂课是让大家是有基础去看得懂比较好。所以当然建议你能够有一些基础。不过除那之外，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沟通跟图说这两个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很多学软体的人他多数不知道怎么应用啊。你一面的建模其实也不代表真的可以把设计业务做得很好。当然你必须要知道怎么运用是一个基本的事情，可是你还有很多专业知识要组合。所以我们除了在教软体之外，其实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自己的内容分享给大家看，因为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理解，其实应用这个软体怎么样贯穿到你的业务当中，这很重要。那这个业务当中，第一个是基础知识，就是你需要知道怎么画软体嘛，所以我们的平台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把我们这个课程平台准备完成了。那同时我们也有个很棒的社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棒的一些优秀的设计师们，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起研究怎么把事情做得更棒。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看看下面的连结，跟我们联络，希望我们可以帮到你们，谢谢大家。